我们到了爱尔兰中部的一座古堡。那就是今天要看的古堡。我们现在在哪儿呢？这是整个的爱尔兰，这是都柏林首都。我们已经开到了这个位置，在它的爱尔兰国家的中南部了。去看看古堡吧。我们先来小野餐。你看到了什么？看后面好壮观的纯石头建筑，这是一个叫做 Cashel Rock of Cashel， 叫凯秀宫。它呢是爱尔兰最有名的中世纪城堡哦。哇，你们看到了什么？这是什么 ？Bumblebee。哇，一只蜜蜂。用这个也摸它。据说在5世纪的时候呢，这座城堡其实当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这座地区呢，当时在 St. Patrick 的这个传教的路线上已经出现了，还有很多国王的统治的故事和当时5世纪的传教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St. Patrick 呢，这个名号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在很多地方都会庆祝 St. Patrick Day。但是究竟 St. Patrick 它的地位如何？为什么在爱尔兰的文化里面这么重要呢？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因为其实，对于爱尔兰人来说 ，St. Patrick 等于把天主教介绍进了爱尔兰，对他们带来了信仰上的一些冲击。然后呢，把这里变成了天主教的一个管辖区，而且 St. Patrick 就变成了主教。所以在爱尔兰人民的心中 ，St. Patrick 是他们的文化使者、文化象征。大家记得，在英国的国旗上，我们称为米字旗嘛，其实它是一个十字架加上一个斜着的十字架，而这个横平竖直的十字架呢，是英国的圣乔治十字。斜着的十字架呢，其实就是 St. Patrick 十字，其实就是大不列颠王国作为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结合体的一个象征。那么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一个共同体，所以爱尔兰整个的文化里面 St. Patrick 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高。米达，你现在走在了这个石头上面，后面的城堡是12到13世纪建立的哟。弟弟加油！2岁的小弟弟走在了这几千年文明的城堡上面。来看这个城堡其实是在山头上，山外呢就是非常漂亮的平川，也有一些牛和羊的。Hello， 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呀？哇，快看，这座城堡其实有很多残垣断壁了，让我们觉得岁月的痕迹，好美啊！那这里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吧，远处就是平原，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我觉得爱尔兰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是这些绿色覆盖了整个的土地，然后有很多平的小草地们，然后有牛和羊在上面休息。看到远处这些小点点们吗？这些就是牛和羊，好可爱呀！哇，好酷！哇，酷！你看到牛了吗，啾啾？好多好多的牛，看到牛了吗？牛，看到了什么？牛是不是？这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田园，非常的宁静。这个房子900岁呀，然后那边的那些站着的都是人麻在里面洗掉的。看这一片呢，墓地
但是在这种阳光、白云、蓝天的照映下，其实并不觉得阴森恐怖。第一，墓地的传统其实是来源于英国的宗教，他们其实在教会或者是修道院的附近是一定会有墓地的，所以当时爱尔兰也承袭了这个传统。那你看看我们旁边就是城堡，城堡旁边是修道院，修道院旁边有墓地。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城堡里面啦。这些誓言都是很久以前的，他们已经变成了骨头了。看这些残垣断壁，上面已经有很多是碎掉的石头了，而且其实城墙上面也看不太出来那些花纹了，但是真的是历史的痕迹啊，应该已经有900年了。其实我刚刚走在外面的墓地那里，我觉得还是有点腿发软。但是爱尔兰这边啊，我就发现好多地方都会有墓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城堡酒店，它在它的花园里面就会有。所以也许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呢，其实这就是人一生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漂亮的风景、很美的地方，也留给了这些以前的人们。每一次参观这些历史遗迹，我觉得最美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去畅想一下几百年前的人们曾经在这里活动。这个场景呢，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小时候就见过的，是在游戏里面《暗黑破坏神》，还有呢后来的《魔兽世界》里面都有类似的场景，看一下。快看那个房顶上面，塔顶上面有一只乌鸦哎，好多牛牛啊！现在从古堡走上了一个更古老的一座城，这个叫做 Hort Abbey。看前方，它现在已经长满了青苔哦。看，这就走在这个土墙上面耶，这应该也是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迹。啾啾，你看到了什么呀？噗噗，小羊的噗噗是不是？看远处就是我们刚刚在的那个 Rock of Cashel， 其实也称为 St. Patrick's Rock。这里真的是很典型的我想象中的爱尔兰风光。看有古堡，然后有牛羊，还有绿油油的田园。什么？这是小羊或者小牛的噗噗。可以踩吗？可以踩。
这里这一片真的是太美了，两边都是不同的城堡，不同的时期的人建造的。然后呢，刚刚我们有机会航拍，它只是有一个区域显得是不要航拍，但是呢，我们远离那个区域，在周边还有另外一边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看到爱尔兰山丘上面有那么美丽的一个古堡以及教堂旁边的这些墓碑，看到了以后，有一个问题：有一天你死了，你会希望你的墓碑上写的墓志铭是什么呢？很多人会避讳死这个话题，但其实每一个人的出生最后的旅途的结束一定会是死亡，所以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事情。那么有一天你死了，你会希望在你的墓碑上刻的是哪些字，以及你的亲人朋友缅怀你的时候，他们会说哪些话呢？那么向死而生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很多大佬都考虑过的一种思维框架。乔布斯曾经就在书中写到，要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希望每一个人在一生的任何阶段都像婴儿般保持初心，去对所有的事情有好奇，然后呢保持开放的心态。李开复老师呢也是在他得癌症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向死而生》，他提到癌症让他意识到众生平等，同时呢，他更加的理解、看到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并且呢，更加的能够包容和理解这种不一样。那么对每个人来说，自己的一生并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场灵魂的修炼。有位哲学家就说，所有面向死亡的修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还有一位作者，他在书中写道，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他做的所有的决定，那么在他人生将近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他躺在病榻上面，感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恐惧。因为很多面临死亡之后的恐惧，都是来自于后悔，来自于不甘，来自于后悔一生有很多事情没有做。那其中有一个调查问卷，就调查面临死亡的人，你最后悔是什么？人们有很多值得后悔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那几乎没有一个人说我后悔的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而向死而生呢，也让我们更容易去帮助我们去接受一些看似不容易接受的事情，因为接受一些我们看似不容易接受的事情的本质的思想就是拥抱死亡，所以我们会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人们呢，往往不是被事情所困住，而是被自己对那件事情的看法所困住。当我们改变对事情、对事物、对人的看法以后，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这一切的过程呢，都是自己跟自己在博弈。有些人可以冲出枷锁，也有些人呢，一生都是束缚在这个牢笼里面。其实，在管理学上也是这样呀。举几个例子，德鲁克大师呢，他说，其实管理和领导是有截然不同的。领导呢是找到正确的事情去做，而管理呢是正确的做事情，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其实呢，我们在很多时间做的都是在管理的事情，就是如何在一个既定目标下，然后让事情做得更好。但其实呢，我们也需要停下来，不管是对于人生还是对于商业，都可以停下来去思考，究竟对的方向、对的战略、对的路线在哪儿？先找到正确的事情，然后呢，再用管理的方式去思考，怎么样做得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在亚马逊呢，有一个领导力叫做 working backwards， 就是从后向前，先考虑最终的目标是在哪儿，人生的目标、商业的目标是在哪儿，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从前向后推进。有一本书叫做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而是指的就是高效人士的7个有效习惯，其中一个习惯就是叫做 First Things First， 也就是说呢，要先思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再去做计划。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墓碑上，没有人刻上了自己曾经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人刻上自己曾经的这种职位是什么。那么最终来说，对于人们每一生短短的一生，重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其实是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的。其实死亡教育教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已经过去的半生是否过成了自己的样子，我们剩余的人生部分又能不能过成自己想要的人生。米娅，
你是要收门票吗？多少钱呀12块。12块，这么贵啊？城堡才8块耶。12块。那你唱首歌吧。 No， 不能唱歌。